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米娅的塔罗频道。那我们今天呢，想要做一个彼此能量的连接哦，看一下在这段关系中，不论你们是正在进行式，或者是说即将要开展一段关系，或者是说这个关系已经断联了，已经分手了等等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中，对方啊他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他的一些感受，以及宇宙给你们的一些建议哦。好，那我们今天呢会尝试做一个比较短的占卜，希望可以把重点比较集中的讲给大家听。好，那今天呢有3个选项哦，从左到右分别是选项1、选项2跟选项3。那选项1是我们的这个美乐蒂，选项2是小白，好。选项3是我们的 Kitty， 在吃这个寿司的 Kitty 哦。好，最近因为常常去吃寿司，所以多了很多这样子的可爱的小吊饰哦。那可以请大家看一下，感觉一下，你们比较对哪一个选项比较有感觉、有连结哦。那选好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直接利用下方的资讯栏去听你们那一组的一个解牌哦。那如果还没有选好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按暂停键，在这个画面停留一下，选好了之后呢，再做决定，慢慢来，不用急。Hello， 选到第2组，选到美乐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那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人哦，有的时候他还摸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就是话没有好好的说清楚，然后你们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常常要去猜他到底在想什么，应该要怎么做，会很心累哦。那我觉得这个人他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在这段感情中，如果遇到了很难处理的问题、很复杂处理的问题哦，或是没有办法磨合的那个坎哦，他就会关到自己的小世界中，可能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啊，跟朋友出去玩啊等等的，他没有特别想要一直去烦恼这么令他无法解决的事情哦，或者是说他就在他自己的小世界中放空着。那有的人呢，他是真的会很认真的在思考说，到底有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方法可以解决2个人之间的所有的这种纷争，然后让2个人可以更顺利哦。他是会很想要找出一个好像灵丹妙药，服下去之后啊，这个问题就一切可以很顺畅了，就很像写程式一样。有没有一个程式可以让所有的东西都跑得很顺利呢？那看起来哦，他还在想，所以有的时候他想不出来的时候啊，他反而会觉得说，逃避问题其实比面对问题简单，然后他就是不要去直的面对这些冲撞，他先把它摆一边哦。那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实际的解决他内心有一些自我中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们是这种旧情人，就是分手断联的状况啊，我觉得这个人如果没有处理好他的内心，或者说每次面对问题磨合的时候很麻烦，要逃避，吵架的时候也逃避，不讲开，不讲清楚等等的，其实他就算之后换了人哦，可能感情中还是会有相同的情况，剧情一再的上演。然后看到这边呢，我觉得你们蛮需要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哦。你们不要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去仓促的做决定哦。可能如果你们是这种吵架不知道要不要分手，你就先暂缓一缓，或者是说你发现对方做了什么背叛你的事，你非常的你觉得情绪上非常的波动，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是不是要赶快去跟他，或者是说跟那个
他的这个第三者说清楚、讲明白哦。其实你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啊，就是先稳定自己的情绪哦，先让自己可以回到一个身心比较安定的一个状况，再继续采取行动。不论你是要复合也好，或者是要分手也好，要继续也好，或者说你要果断的切断，然后继续往前行都好，重点是先当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哦。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继续这段感情哦，你想要挽回它，或是说希望感情可以朝比较好的方向走，我觉得在这当中啊，其实不是去求对方，或者是说逼对方，或是说去做一些让他心软的事情哦。因为如果当初的这个问题啊没有解决，其实勉强复合的话，其实最后还是可能会重蹈覆辙。那再次重蹈覆辙的时候，那个压力可能会更大。那个时候你们的内心好像会更加的不安定，更加的混乱，也许会更加的茫然无助，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哦。所以呀，我觉得，与其去当一个讨爱的人哦，不如你先安顿自己的内心。同时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是会需要一个人来陪伴你，但不见得是需要这个人哦，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当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需要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哦，是因为你自己内心比较孤单，或者是说就是不想要一个人，你想要填补你内心某种程度的一个空洞不安。那在这个时候，你去找一个人，或者说去挽回一段感情，其实好像那个根基会没有办法打得很深哦。那如果当时那些令你们吵架的问题啊，令感情破裂的问题，没有好好说清楚、讲明白，然后没有人要进行任何改变的话，可能最后会彼此继续伤害彼此。其实也是浪费你自己的一个青春时光，宝贵的青春时光哦。好，所以先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然后这张牌啊，我觉得你们不要在感情中，就是去扮演侦探，就是想要从他的这个生活中的蛛丝马迹去探寻他到底还爱不爱你，或者是说你想要去从他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同事去探寻一个你想要的答案哦。那想要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为什么怎么样的，那到底当时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等等的，像一个侦探这样。那这张牌我觉得就是不论如何啦，就是你们可以正视说，哎，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啊，要怎么走下去哦？有的人可能会很觉得很执着，说你想要一个对或错，你想要一个公平跟正义哦，你想要听到对方的一句抱歉、一句道歉，或者是希望对方觉得后悔做错了，来跟你求和等等的。你们可能很多人正在等一个公平正义，有一个不甘心在里面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公平正义会实现，但是可能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个方式的实现，就是可能报复对方，或者是说对方跟你痛哭流涕的这个抱歉哦。我觉得这个公平正义是在往后的人生中啊，当一再这种他就是对方如果没有处理好他自己的问题，其实同样的情境会不断的重演哦。那个时候的他可能就会明白当时的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哦。那有些时候啊，我觉得这边也有一个意涵是，事实有的时候远比你表面看到的埋藏的更深哦。所以也许啊，你认为的公平正义，不见得是绝对的公平正义，对方有他自己的一个立场跟想法哦。有的时候，对方有一些他不得不这么做、不得不那么说的一个理由，或者是有他
为什么不告诉你？为什么不说清楚、讲明白的理由？对于对方来说，他其实也有他的一个立场跟想法。然后最后一张牌啊 ，Six of Pentacles 这个金币六啊，我觉得这张牌很有趣。刚刚说嘛，你们要安顿身心灵，安顿自我。那我觉得你们要从给予你自己的爱开始哦。如果你的心是一个破洞的水桶，不管对方今天给你再多的爱，它其实是填不满，爱会一直流走，越来越少。那对方可能也没有办法无限制的供给你爱，供给你那个爱的泉源那个水。所以你先把你自己的洞填满之后，其实你们自己也可以装上水龙头，打开水龙头。那这个水龙头一打开之后，不仅可以填满你内心的这个洞，这个水桶，也可以去温暖对方，充满对方，填满对方。因为这张牌啊，除了有说你其实是有办法自我满足自己，而且我觉得你们是有能力去给予爱的一群人哦。你们身上是有这种金币六的一个能量哦，你们其实可以去帮助别人。那你们本身的特质啊，其实就具有这种宽容跟慈悲的一个色彩在里面哦。而且我觉得你们可以了解到你跟对方是有差异在的，你们愿意去看见那样子的差异，然后并且在从中得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很好的互补，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帮助哦。这个特质是非常棒的，只要你们能够看见，并且去发掘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潜质，然后我觉得往内在去看去发掘这一条路啊，其实是值得走的，因为它不仅光会回馈到你自己的身上，也会灌溉到你跟这个人，或者是说你接下来其他段的一个关系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一个解牌啦。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咯。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次见，拜拜。好，选到第二组，选到小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那我会觉得啊，选到第二组，选到这个小白的朋友啊，如果你们现在是在一段暧昧的关系哦，就是你们刚认识不久，正在暧昧的话，我会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呢，你们就好好的享受你们的暧昧时光哦。有的时候不用想太多，你就是在这段这种暧昧的，就是认识的过程中啊，你可以一点一滴的去展露自己，你就是可以很真实的跟对方相处，然后很愉快的跟对方相处吧，就是好像你们在开派对一样，你尽量是以很轻松、很愉快的的这个心情来面对它，不要想太多。因为从牌面上看起来，有的人哦，你们可能过去在感情中会比较没有自信，就是很害怕受伤哦，所以你也许你们在面对新的人，面对下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一些旧有的感情的创伤啊，你会拿着好像放大镜哦，想要去观察对方的一言一行啊，一举一动啊，然后想要看看对方是不是有哪里不 OK、不合格的地方，然后要把它筛选掉，要过滤掉，因为你们好像有一种害怕受伤。因为曾经遍体鳞伤过啊，所以如果你们是在暧昧的关系，想要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会很小心翼翼的，你宁可错杀，也不要去让自己可能在暴露到会再次受伤的一个风险中。那在这样子的感情下，其实你们就没有办法很畅快的去表达自我，去展露最真实的自己。那这样子也会降低了你的一个魅力度哦。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内心的一些小剧场哦，可能会让对方有点不知所措，就是他有时候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小状况，但是看在你们的眼里就会把那些好像
不贴心啊，或者是说一些举动将它放大，然后就想说，这个人之后会不会变成是一个渣男、渣女、负心汉，或者是说妈宝等等的。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人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剧场，然后会有一些在感情中因为害怕受伤而产生的这种自保行为吧。那这样子，如果两个人是在暧昧关系中认识不久，其实对方也会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应对你，然后慢慢的就冷掉了，因为对方会觉得我摸不清你啊，然后觉得很挫折，然后他可能也会想要选择抽离或者是疏远，所以呢，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我觉得对方其实现在对你们的印象是很好的，然后他也希望你跟他就是目前在一起，就是开开心心的然后不要想太多，两个人一起出去玩，那相处起来很舒服，这样他也会随着这样子，就是你们开心，会让他觉得很舒服。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你们如果暧昧的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相处起来还不错，只是就是要避免，就是好像因为前一段感情的不愉快，让你想东想西，有的时候会去质疑对方哦。那如果你们是这一种已经分手断联，或者是说曾经冷战的这个朋友，我会觉得从这个牌面上看起来，其实这个人没有想要继续跟你冷战、吵架或者是翻旧账，他其实就有点像是可不可以说，我们过去就一笔勾销，我们就重新来过，重新当朋友，重新认识，就是开开心心的，你也不要再去挑剔我的毛病等等的。然后两个人以一个很舒服的互动，就是谈一些愉快的事啊、有趣的事啊，一起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吧，可能是爬山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打游戏，什么都可以，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要更多的欢乐的东西在里面，才可以压过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然后不要再去指责或者说责怪对方你哪里不好哪里不对等等的，然后不管之前经历了什么，就是抛开一切，好像重新再来重新相处，然后是以这种愉悦的心情，然后他也会想要带给你一些乐观正面的一个东西，在这个感情中，如果你们再次相遇，或者说有机会复联的话，他其实会想要有一个好像太阳一般重新的开始，而不是再去检讨过去的谁对谁错，就是我们就崭新的开始，在这个温暖的阳光下，很开心的我们跳着舞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其实那些所谓的恋爱的技巧啊、套路啊、欲擒故纵，或者说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怎么样子的打扮来吸引对方其实不是这么的重要，就是也许有的人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会想要说，不要让对方太快得手，好像让自己显得没有价值，或者是说你会想要保持一点神秘感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就是可以用，但是不要用的太超过了。我觉得这组的你们就是比较适合以真实的这种本性来显露，来展现自我，因为你们真实的自己就很有魅力了，其实不大需要太多外在的添加的这些东西那这边呢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是这种旧情人分手的话，我觉得在这张牌中看到一个新的可能两个人的生命好像因为到达了某一种高度可能某一个思想的高度，某一个思想上的成熟，或者说突破之后，我觉得两个人的眼界不一样了，再次相逢之后也看到了彼此的这个变化，然后又想起了过去回忆的种种美好，非常有机会再展开一段这种新的一个关系而且是抛开过往那些错误，好像两个人重新认识彼此，重新看见现在的彼此的一个样子，有这样子的意涵在里面。那我觉得你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可能要以他现在就是你再次遇到他
的这个实际的样子去跟他相处，而不是把这个思想观念一直停留在他过去是什么样子。那如果你以一个全新或者说开放的姿态来面对他，然后再加上过往回忆这些甜蜜的美好的部分哦，这样子会让两个人的连结，两个人的情感会比较这个紧密，然后会比较根深蒂固。因为如果你们是这种旧情复燃的话，我觉得这边呢，感情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堆叠再加深，然后这个堆叠上去是愉快的东西，这段感情其实会有一个蛮明亮的一个未来哦。然后啊，如果你们是这种正在认识中，或者说认识不久，或是在一起不长的朋友，你们可能面临了某一个冷战，或者说你觉得对方有点忽冷忽热，变冷淡了。那我觉得这张牌其实就是牌面上其实有显现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对方变冷淡了，很可能是你们没有真正的看见对方他原本的样子哦。也许对方之前他是过于的用力去展现他自己哦，他可能其实是在这个地板上的，在这个地表的，可是他为了要得到你，他去拿了一个梯子，然后让自己可以站得很高，去得到这个金币，这个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哦。所以如果你们是在暧昧的阶段，然后或者你们在一起不久，然后觉得说他好像变得冷淡了，不像之前这么热情哦，我觉得其实是在那个之前啊，他很用力的去展现某一个形象，可能是一个让你会喜欢的那个形象。而当感情啊渐渐的他觉得比较能够掌握之后，他反而会以比较真实的状态来面对你哦。所以你们可能要去看见真实的他是什么样子，然后以他真实的面貌，就是按照他原本的这个本相来接纳他哦。他其实很希望，他也想要在这段感情中做自己啊。但是当你对另外一半，当你对这个你的伴侣啊有太过高的一个期待，太过不切实际的期待，就是把这种完美伴侣的形象，这个100%的完美情人的形象套在对方身上，其实对方也会觉得有点压力。虽然他也试图想要去展现出某一种营造出某一种角色扮演，营造出某一个样子，可是我觉得最后他其实很希望你可以以他原本的样子来接纳他，而且欣赏他，而不是试图去改变他来符合你的期待。其实这个人他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他有他的脆弱面，他有他的孤单面，他压力大的时候他也可能像蚌壳一样把自己缩起来不讲话，他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些议题哦。可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在对方不是这么完美的地方去发挥你们的一些特质跟长处，去补强它，让这段关系比较顺利的开展跟进行。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2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今天是一个短占卜哦，所以会比较短，那就祝福选到第2组的观众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选到 Kitty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首先呢，你们的第1张牌是 Milky Way 这个银河哦。那这张牌啊，在古希腊神话中，其实有代表这个像母亲一般，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一样乳白色的银河哦，有像母亲一样温暖的包容跟照顾的意思。然后啊，我会觉得这一组牌的你们啊，很像是这一种相爱相杀吧，就是有一点点虐恋的成分在里面哦。两个人爱的时候非常的用力哦，可是分开的时候也很用力，吵架的时候也可能很激烈哦。那
我觉得有的人啊，你们好像是这种网恋，就是透过网络认识、交换讯息，可能很难，就是物理上比较难见到面，有点像是牛郎织女天各一方哦，或者是说两个人曾经很近，但是现在心的距离好像比较遥远了。那我们第2张牌出现的是星星牌。星星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希望，一个许愿哦。那在这张牌中啊，我觉得你们2个都曾经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一个很长远的未来，然后你们对这样子的感情啊，其实2个人是深具信心的，而且好像也怀抱的梦想去规划你们2个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哦。就是我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在内心深处啊，2个人都是对关系中有期待而且有信心的。这个星星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像是一个幸运星哦，代表2个人在关系的初始，或者是说关系的进行期间，曾经有谈过未来的远景，而且是很乐观的，很有信心的，想要去计划2个人要如何在一起，如何生活，或者是说更长远2个人要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结合，跟什么样子的一个目标，是很开心很乐观的在谈这些事情哦。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圣杯9还有宝剑3哦，我觉得2个人啊，其实刚开始认识在相处的过程中啊，你有把对方当作是你的未来，对方也有把你当作是他的未来，好像2个人在茫茫的人海中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心交付的这一个人哦。2个人想要一起努力去突破你们的一些障碍，你对他而言啊，是他想要疼惜跟保护的人，他其实在心灵上蛮依赖你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好像能够直视他的内心，你好像能够去看见，去抚平他内心的一个脆弱跟创伤吧。但是呢，你们2个好像就是差一点点哦，圣杯9，差一点点就到达圣杯10这个圆满的一个境地。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啊，我觉得2个人的内心可能都会有一些拉扯哦。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对方啊实在是很美好，那被对方喜欢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又很害怕说今天对方喜欢的样子并不是你真正的样子哦，一直没有办法让对方看见自己内心那个真正的自己就是有缺点的，是有很多不安的那一面哦，也很害怕说如果对方看穿了真正的自己，是不是会离开呢？那有的人啊，好像期盼着这个人可以去不管是你期盼他还是他期盼你哦，期盼这个人的出现啊，可以带领你引导你到一个好像是充满幸运，然后一个很有信心，一个全然未知的一个境地，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跟托付哦。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出现了宝剑3，像你们就是没有办法跨到圣杯10那个圆满的境地。我觉得如果你们今天呢问的是一个离开的人哦，可能是一个你们分手的恋人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今天的离开啊是带有一个很忧伤的色彩的，不得不的一个离开哦。也许这个离开是假设是他主动提出的也好，被迫分手的也好，我都觉得他心中有非常多的哀伤在里面哦。那有的人虽然是自己主动提出就是关系的一个结束，但是看起来他其实也是不情愿不得已，他的内心啊好像有一个力量会去破坏，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使他一直没有办法从圣杯9到达圣杯10哦。明明幸福就在眼前，不是很遥不可及，不是像这个星星一样遥不可及，已经寻寻觅觅兜兜转转都已经遇见了，
可是为什么又因为自己内心的一些因素啊，将他推开了？这里面其实有隐含着，好像他不值得拥有这么美好的幸福哦，有一种自我厌弃，或者是说自我害怕的意涵在里面。然后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其实你投注了很多这个真诚跟爱在里面哦，而且你给他非常多的一个包容。其实遇见你之后啊，这个人开始学着好像是拿下了他的面具，拿下了他的武装哦，结束了他过去一直好像兜兜转转很漂泊的一个生活。他其实也看过很多人，遇见过很多人。那一开始他遇见你的时候，不是那么确定说到底那个正确的人是不是你哦？所以呢，我觉得你们这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是有分分合合的一个状况，然后有拉扯，有吵架，有断联，就是什么情节可能都出现过在这一组牌，因为你们就是一个虐恋。然后有的人呢，我觉得你们好像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跟洗礼，特别是对方哦。对方明明对这样子的关系，他是非常的怎么说？我觉得他非常的需要，又非常的依赖，然后也很想要将自己完全的放心接受，可是又卡在内心的，好像他自己的一些胆小，不敢跨过去，不敢相信，真的是可以有这么美好的那个未来吗？所以他其实在打开幸福之门之前呢，他有一点退却，他好像就是没有勇气去看见自己可能拥有的幸福。好，那我觉得也许跟他的这个成长过程的经验有一些关系，他需要等到他自己足够的成熟，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其实他才会勇于去选择他真心所要的，也勇于去面对他那个选择，并且去追求他的选择，为他的选择负责。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牌的你们啊，分分合合，又是相爱相杀，又是有一点虐恋哦。到现在这个阶段，他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太开心的阶段，就是这个人啊，他现在可能并不是这么样子的适合你，他需要他自己在他的人生上有一个突破，有一个转变，有一个蜕变。目前的他可能不大想要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内心的课题跟他的情绪，而且我觉得他本身也不大擅长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啦。但是呢，最后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一个恋人牌。恋人牌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很大的爱哦，就是不只有男女之爱，我觉得这张牌还代表的是这种宇宙的一个很宽广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爱。那这个爱中啊，带有的是这一种很纯洁，就是对方双方想要成为对方的一个守护天使，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并不是很有功利的这种爱哦。大家看到有一个守护天使正在看着地上的这一对恋人哦，你们其实是被守护天使保护着，也想要去守护着也想要去守护着对方哦。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心情跟这样子的期盼下，最终啊还是会引导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哦。应该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其实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一段感情，就会在他的心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回忆哦。所以不管目前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呢，我觉得他心中都会给你保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那这张牌啊，它也是双子座的牌哦，是一张风元素的牌。
跟这种心理活动啊以及沟通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也提醒你们在感情在相处的过程中，沟通是很重要的，它是你们两个建立一段健康关系的基础哦。你们两个要达到一个平衡跟和谐，要达到一个真诚的，要进入到一个互相承诺跟信赖的真爱的境地哦，非常需要两个人好好的沟通，才能达到一个合一跟完美。那其实你们两个之间啊，感觉上是可以非常的信任，而且非常的团结哦，彼此给予对方力量，也成为对方支柱哦。你们两个是有机会、有前景，而且也有能力去建立一个非常牢固的一个连结。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中呢，其实不管是他或者是你，都是在仔细思考过后做的这个决定哦，才是成熟的决定。就是当你们终于确认了彼此就是那个对的人之后啊，其实这个连结就会变得非常的深刻。这个是一个选择。那这也是一个两难，因为我觉得你们或者是对方身边都有其他的人选，也有其他的诱惑。那要达到这样子一个圆满的境界，其实要靠两个人共同的去努力，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啊，其实就很像在跳双人舞哦，必须要配合彼此的步伐，一起前进，一起转身，一起后退，等等的。而且啊，在跳舞的过程中，必须要时时刻刻凝视着对方，看着对方的需要。对方有对方自己的议题，同样的，你们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让关系圆满的一个伴侣。所以，好好的沟通哦，这张牌告诉你们。那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可以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下方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